你在点进来之前，一定在我们这次深度解析的缩图上看到了那个超巨大的问号。光速真的是被锁死的吗？今天我们开门见山，直接回答你。没错，光速确实被锁死的。而且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是，当我们仔细去翻阅这些理论文献后，会发现它绝对不是被某个造物主，或者是某个科学家拿着螺丝起子在方程式里面偷偷微调出来的。它是被我们宇宙最底层的几何结构给死锁住的。哇，这正是我们在整理这叠厚厚的资料时觉得最震撼的地方。为了让你具体感受到这个锁定到底有多不可思议，我们得先从 Dr. Q 论文里面提到的一个极限数据说起。对，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这个数字是 1.7 秒。你现在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极度壮观的画面。在距离我们1亿3000万光年外的遥远深空，有2颗中子星发生了超剧烈的相撞。那是一场宇宙级的车祸。对，这场车祸同时激发了重力波和电磁波，也就是光嘛。它们就这样结伴在浩瀚的宇宙中狂奔了1亿3000万年，躲过无数星系的引力拉扯，最终抵达地球。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星际旅途，你猜重力波跟光到达地球的时间差是多少？答案揭晓，仅仅只有微乎其微的1.7秒。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观测结果，也就是天文学界非常著名的 GW170817 事件，放到理论物理的检验台上的话，这1.7秒就像是宇宙亲自下达的最终判决。最终判决这么严重哦？对啊，它在瞬间直接淘汰了物理学界里一整排所谓的修改型重力理论，因为宇宙的规则非常严苛，它根本不允许重力波的节拍出现任何的走音。只要你的理论算出来的重力波速度跟光速有那么哪怕是100万亿分之一的落差，经过1亿3000万光年这种尺度的时间放大，到达地球的时间差绝对不可能是区1.7秒，早就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没错，可能会是几百年，甚至是几万年。这就确立了我们这次探索的终极任务了。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 Dr. Q 重力学说的最终回，这也是他整个理论连载的最高潮，也是最精彩的部分。真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保证绝对不碰那些让人头痛的张量微积分啦。我们只带你看懂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框架能够从数学底层保证重力波的速度刚好等于光速，也就是物理学上说的 CT 等于1，而且完全不需要科学家去手动微调任何一个参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宣示，因为在科学界你敢说不需要微调这句话，它的含金量是极高的。怎么说？这代表理论本身具备了某种不可撼动的内在几何逻辑，而不是靠人类为了迎合观测数据去作弊。说到作弊啊，我得老实说，当我一开始在看那些 Medium 连载文章的时候，作为一个代表你发声的普通人，我心里其实是有蛮大的怀疑的。怎么个怀疑法？我就在想，如果以前的理论算出来的重力波速度不对，科学家难道不能就是自己手动把参数改对吗？就像调收音机的旋钮一样，把它转到正确的频道不就好了吗？这在物理界很常见吧？哈哈，你的怀疑非常合理。事实上，99%的理论物理学家遇到这种情况，这真的就是用你说的这种微调的方法。在英本我们叫 fine tuning。是的，在任何描述重力波怎么传递的方程式中，都有2个决定命运的关键系数，我们称它们为 K 和 G。我在论文的第4页有看到这2个字母。如果要把它们具象化给听众的话，可以怎么理解？你可以这样想象 ，K 代表的是动能项，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波的惯性，也就是它有多笨重，有多难被推动。而 G 代表的是梯度项。梯度项听起来有点硬。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时空的弹性，代表它被挤压之后有多想恢复原状。重力波在时空中传播的速度其实就取决于这2者的较量。精确一点说，重力波速度的平方就等于 G 除以 K。等等，让我推导一下。
速度等于弹性除以惯性。所以如果 G 也就是弹性大于 K 这个惯性的话，这波就会异常灵敏，它会跑得比光还要快。是的，但就直接违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吧？宇宙的因果律会崩溃，我们会先看到结果才看到原因。没错，超光速在目前的物理框架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那反过来，如果惯性 K 太大，G 小于 K 呢？那波就会变得非常迟钝，它就会远远落后于光速。这样一来，它就会立刻被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17秒极限给无情淘汰掉。完全正确。所以，唯有当 G 的数值刚好等于 K 的时候，波速才会完美的等于光速，也就是达到 c(t) 等于1的状态。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物理学家会选择微调。他们在黑板上算一算，发现，哎呦，这个新理论里的 G 跟 K 算出来不一样大。那没关系，我手动加上几个小数点，引入一个极小的常数，把 G 硬生生的调成跟 K 一模一样。对，就是硬凑上去。可是这听起来，就真的很像在对宇宙的账本做假账诶。如果宇宙真的是这样运作的，那也太不优雅了吧？这正是 Dr. Q 的理论想要拒绝的妥协。在他的框架里，走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叫做结构锁定。结构锁定。对，在文献中，这个理论结合了 PT 对称加上 Platini 架构。当他要求这个理论不能产生奇怪的混合态时，一个惊人的数学恒等式就自然而然地浮现了。这也就是所谓的 C3 定理。等等，这里出现了几个蛮硬核的名词。我在读文献的时候也在这里卡了一下，能不能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PT 对称，还有那个什么 Platini 架构？当然可以。PT 对称其实很直观 ，P 代表宇称，就像是照镜子把左右反过来。照镜子。T 代表时间，就是把时间倒转。如果一个物理系统在经历了照镜子加上时间倒转之后，看起来跟原本一模一样，我们就说它有 PT 对称性，就像是宇宙的一个基本滤镜。没错。那 Platini 架构呢，则是处理引力的一种特殊视角。在传统相对论里，时空的弯曲程度和物质的运动轨迹是绑在一起的，但在 Platini 架构下，我们把它们拆开来独立看待，这给了时空更多的几何自由度。了解，所以它是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那这个 C3 定理到底说了什么？论文里面有一大堆张量公式，我们能用听得懂的画面来解释吗？论文里有一句非常漂亮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K 和 G 之间的差值，也就是 K 减 G， 不再是一个你需要去手动调整的数值了。那它变成什么？在数学上，这个差值变成了一个叫做全闪度的边界项。全闪度，哇，这听起来还是蛮抽象的。我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画面呢？好的，你现在把整个宇宙想象成一个无限大的剧院舞台，我们所有能观测到的物理现象，不管是恒星发光、黑洞碰撞，还是重力波传递，都在这个舞台的正中央上演。我们称之为体积动力学。OK， 所以我们现在都坐在观众席，看着舞台中央的表演。在这个比喻里，所谓的全闪度边界项，就像是发生在这个无限大舞台最边缘、最远的黑暗角落里的一阵微风。最边缘的微风。对，在物理学的运算规则中，当我们计算整个舞台中央的能量和运动时，那些只发生在无限远边界的事件，对舞台中央的表演贡献度是绝对的零。等等，让我理清一下这个逻辑。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数学结构证明了 K 减 G 等于舞台边缘的微风，也就是你说的全闪度，而这阵微风对我们身处的舞台中央毫无影响，也就是等于零。是的。所以在我们可观察的物理现实里， K 减 G 就被强制等同于零了嘛？一点也没错。这不是人类拿着橡皮擦把 K 减 G 擦掉，然后写上零，而是系统被它自身的几何结构逼迫。只要你承认我们活在舞台中央， K 就必须等于 G。哇，这真的太巧妙了。也就是说，光速等于1这件事，
根本不是人类为了迎合那个1.7秒的观测数据而生硬调出来的参数，它是这个宇宙几何结构下唯一能活下来的答案。这就是结构锁定。这就是你说的被锁死，不是我们选择了光速，是宇宙的数学结构根本不允许其他可能。是的，这就是物理学中最纯粹的美感，不是让它们相等，而是它们的差异在物理现实中自动消失了。这就是系数锁定的真正威力。真的是蛮起鸡皮疙瘩的。不过，当我从这种对数学之美的惊讶中稍微冷静下来之后，我又产生了另一个担忧。哦，什么担忧？问，又引入了什么独立的 Palatini 几何？难道不会在数学的某个阴暗角落里不小心生出什么奇怪的怪物吗？你的担忧非常精准。事实上，在理论物理的历史中，修改引力理论最常付出的惨痛代价，就是不小心长出额外的模式。额外的模式？对，原本重力波只有2种极化模式，但在修改后的理论中，可能会多出一个标量波，或者多出一个向量波。多出几种波听起来好像没有很严重啊。不，这非常致命，因为这些多出来的模式里面，往往隐藏着带有负动能的怪物，物理学家称之为幽灵模式。幽灵模式，这具体会造成什么后果？你可以把幽灵模式想象成一个系统出现了漏洞的银行账户。正常的账户，你领钱出来，余额会减少嘛？对啊，这很合理。但在幽灵账户里，你领钱出来，不仅手上拿到了钱，账户里的余额反而还会变多。天哪，那我一定会无限期的一直领钱呢，这太爽了吧？对，听起来很爽，但这在物理上意味着这个粒子可以无限的释放出能量，同时自身的能量变得越来越负，这会导致整个系统瞬间产生无限大的能量瀑布。哇！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幽灵模式，我们的宇宙在诞生的一瞬间，就会因为这种无限的能量狂欢而彻底崩溃瓦解。宇宙直接崩溃，这安检绝对不能放水啊！那 Dr. Q 的这个框架到底是怎么通过这道宇宙级的安检门，确保没有把这种负能量幽灵放进来的？这就要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一路走来设立的重重安检关卡了。好，我们来盘点一下。首先，第一道关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T 滤镜。这个滤镜非常严格，它一开始就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大批不符合时空繁衍对称的数学项，就像海关先把明显违禁的危险物品直接没收一样。接着呢，我记得文献里有一段关于 torsion 的讨论，那边公式超多，看得我真的是满头大汗。哈哈，这里我们来用个简单的比喻，在爱因斯坦传统的相对论里，引力就像是把一颗保龄球放在弹簧上，弹簧面会凹陷和弯曲。这类我们引入的 Palatini 架构中，时空不仅可以弯曲，还可以扭转，就像你用手去拧干一块海绵一样。拧干海绵？对，这个拧干的动作在数学上就叫做扭律。哦，所以时空多了一种变形的方式。没错，扭律本来有3个不同的成员，但进入第2道关卡，也就是文献中提到的 C1 扭律大裁员时，我们发现其中2个成员，也就是像拧毛巾一样的轴向扭律，还有一种很复杂的张量扭律，它们会引发系统不稳定，所以他们就被裁员了。对，直接开除，最后只留下了一个乖乖听话的纯基扭律。你可以把纯基想象成海绵只是均匀的膨胀或者缩小，而没有任何危险的扭曲。了解，所以经过了 PT 滤镜没收违禁品，加上 C1 裁员开除危险的扭转方式，这个理论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对，非常干净。最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解析的核心，也就是 C3 锁定，这最后一道安检，把残存的所有动力学牢牢地锁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经典形式。哇，我们再次在脑海里建立一个画面来对比一下。我在 Dr. Q 的文章里有看到一张非常具体的波速图表，在没有经过这道 C3 锁定之前，也就是还在 unlocked 的状态，重力波的波速在图表上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线。对，它会到处乱跑。它会随着波的频率高低到处乱跑，一下大于光速，一下又小于光速。而我们前面已经推导过了，这种弯弯曲曲会随频率乱跑的波速，在现实观测中，只要跑了1亿3000万光年，
绝对会被那1.7秒的严苛极限给彻底淘汰掉。没错，但是当我们看锁定后，也就是 locked 的状态，图表上直接变成了一条死死贴在光速 CT 等于1上面的绝对平线。而且听完你刚才的解释，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你明白了什么？这条平线不是科学家用外力拿个熨斗把它烫平的，它是经过了 PT 滤镜、扭率裁员，还有 C3 边界项这重重严格的安检之后，那些会让它弯曲的变数都被物理现实给消灭了，所以它只能是平的。总结得非常好。最后的安检结果出炉，所有的额外模式，不管是多余的标量波、向量波，还是那种会毁灭宇宙的幽灵，全都没有拿到合法的通行证，全部挡在门外。宇宙里最后留下来的，依然只有那2个最标准、最安全的重力波极化模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十字极化与 X 子极化。在物理学上，我们说自由度等于2，零幽灵，零不稳定。真的，从最初怀疑这个理论是不是在作弊微调，到现在，我真的对这种宇宙底层的数学秩序感到深深的觉醒。这真的是一种无懈可击的逻辑推演呢。科学之美就在这里。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比较哲学层面的问题。科学史上有很多看起来非常完美的理论，最后却因为无法被实验证实，沦为纯粹的数学游戏。这个看起来锁得死死的结构，它敢接受现实世界未来的挑战吗？它能被证伪吗？这正是我认为这份文献最迷人的地方。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它最值得尊敬的态度，绝对不是到处宣称我永远不会错，那是什么？而是敢于向全世界声明，如果我错了，我错的样子也被严格限制住了，你可以来检验我。哦，所以 Dr. Q 的团队留下了可以被检验的线索咯。没错，我们目前的整个主线剧情都在证明重力波的速度完美等于光速，这在物理上称为0接近4。但是如果你翻到论文的最后，当他们继续往极限深处挖掘，进入所谓的次领头阶时，这个理论大胆地预测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偏差。等等，你说速度还是会有偏差？我们刚刚不是才说它被几何结构死死锁在光速了吗？这个偏差的条件非常严苛，理论给出的预测公式是重力波速度的平方偏差会正比于 k 的平方。让我来解码一下，这里的 k 代表的是波的频率，对吧？是的 ，k 就是频率，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波就越细微。所以，如果偏差是跟频率的平方成正比，这意味着在我们目前观测到的像是中子星相撞那种相对正常的重力波频率下 ，k 值不够大，这个偏差小到根本看不见。没错，光速依旧是完美锁死的。但是，如果是在频率极高、波长极短的那种极端情况下，偏差就会呈指数级被放大，我们才有可能观测到那么一丁点的异常。你的逻辑完全接上了。为什么高频率很重要？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开一辆车，如果你的车轮很大，代表低频率长波长，开在柏油路上，你会觉得路面是一条完美的平线。感觉不到坑洞。柏油路上每一颗砂石的颠簸，在极端高频下，重力波开始感受到时空底层那种量子级别的颠簸，这时候完美的锁定就会出现一丝丝特定的裂痕。哇，所以这个 k 的平方就是这个理论主动教出来的指纹。一点也没错。未来人类会发射更高精度的太空观测仪器，像是预计升空的 LISA 太空天线，或者是地面的新一代爱因斯坦望远镜。这些都是超级大计划。对，如果这些未来的尖端设备真的在极端高频的重力波中观测到了微小的速度偏差，而且这个偏差的变化曲线确确实实是随着频率的平方在改变，那这就是 Dr. Q 这个理论独一无二的宇宙指纹。那如果未来观测到的偏差长得不一样呢？比如说，科学家发现偏差是跟频率的3次方成正比，或者根本毫无规律呢？如果是那样，那这套理论就会坦然接受淘汰，或者必须进行重大的修正。哇！这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科学框架，它不躲在无法观测的模糊地带，
它干净利落，甚至勇敢地留下了 k 平方这样可供未来检验的科学指纹。哇，今天这场探索真的是一次大脑的心智升级。我们帮你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你今天见证了，我们的宇宙绝对不是一台破破烂烂的机器，它不需要靠着科学家拿着螺丝起子在旁边手动微调参数才能勉强运转。是的，透过严谨的对称性与数学结构，不管是 PT 滤镜的筛选、Paulatini 架构带来的自由度，还是扭率大裁员留下的纯积，光速是被一种无懈无可击的几何逻辑将多余的变数扫到宇宙边缘给锁出来的。完美的锁定。而且这个理论非常干净，它没有创造出会无限提款毁灭宇宙的负能量幽灵，甚至它还勇敢地留下了 k 平方这样可供未来检验的科学指纹。如果你听完这趟解析，跟我一样觉得脑洞大开，对这背后的数学推导，或者是 Dr. Q 笔下这个惊心动魄的宇宙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强烈建议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那篇名为Guaranteed Tensor Luminality from Symmetry 的学术原文，或者你也可以去听听那份名为 Gravity Secret Speed Limit 的引音导读，去亲自感受那种不靠微调的纯粹物理之美。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确实，探索宇宙的几何本质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但更疯狂的是，你现在回头想想，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一切，也许并不仅仅是关于光速的问题哦。那还暗示了什么？这暗示着整个宇宙结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层次、更不可思议的几何秘密，而这个秘密将在下一趟解析中为你的世界观带来更巨大的挑战。